有排气管，还能有这么大的后备箱下沉空间，小鹏 P7 加增程版很能啊！今年5月份去试驾小鹏 P7 加纯电版的时候，我会形容那台车配置管够、空间实用、智驾好用，是一台非常全面的纯电中大型轿车。所以事实也是如此，在销量榜单上面，除了现象级的小米SU7卖的1万多台以外，来到第2名就是它了，小鹏 P7 加，可以每个月平均跑下来5000多台的量，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那这时候你再关注一下新能源的 C 级轿车的榜单，其实除了小米SU7以外，卖的最好的也就8000多台，所以事实证明，这个市场的蛋糕也就这么大，大家都吃不饱。那这时候，如果你作为小鹏 P7 加的产品经理，怎样去找到销量的突破口呢？我建议你去翻一翻燃油中型轿车的这个榜单，你会发现，虽然现在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但是像凯美瑞啊、迈腾啊、帕萨特，依然每个月可以卖个1万多台的量。这么好的销量数据，谁看了不酸呢？所以事实证明，燃油车对于秦岭淮河以北的用户来说还是很吃香的，没有续航焦虑，没有补能焦虑。这时候你再看一下隔壁组小鹏 X9的销量数据，自从加入了增程版以后，他们的销量翻了一番。所以结论就是，小鹏 P7 加增程版必须得干。对于小鹏 P7 加增程版来说，无论是想要去抢油车还是纯电车的市场，它要做到的，首先是更低的用车成本。我们都知道啊，纯电续航更长，我们的出行成本、用车成本就更低一些。所以这次在小鹏 P7 加增程版上面，它塞进了一颗49.2度的电池包，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提供给你430公里的纯电续航。也就是说，平时如果我们在城市通勤的话，跑满1周是完全可以不烧一滴油的。这也是增程对于很多用户的一个场景的利益点所在，因为增程更多的用户是在大城市打工的异乡人，他们平时主要的场景是在城市通勤为主，每年有1、2次的长途返乡的需求。那这时候有了43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兜底的话呢，基本上你的油箱、你的发动机就变成了一个续航的备份、续航的定心单。然后再来讲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充电的表现啊。如果你平时在城市里面，当它是一台纯电车去开的话，它也支持800伏5C 快充。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做到10%到80%，只需要12分钟。我们昨天也测试了一下，它确实是可以做到在官方的 S4 或 S5 的超充桩上做到了12分钟就补能超过了300公里，相当高的一个效率。那在接下来去抢油车市场，要解决大家油车用户对于这种新能源车的续航的不信任，那这时候呢，就靠神奇的液体了。这个神奇的液体就是现在它加入了 1.5T 东安的发动机，可以加92号的汽油，然后呢，官方的馈电油耗成绩呢可以做到100公里5.3升。那我们今天从深圳跑到过来中山，跑了一段小高速，现在的表显油耗呢是4.4升每100公里，还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数字，毕竟是一台 C 级车啊。有了发动机，再加上45升的油箱，它提供给你综合续航1550公里，也就是说从广州满油满电开到上海是没有毛病的。然后呢，它加入了油箱，然后还有整个排气管的布置以后，它后排的那个后备箱的下沉空间只是减少了17升，依然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储物空间的实用性。然后要打油车市场的话，你还需要有更加智能、更加场景化的一个体验。它是怎么做到呢？首先要知道，小鹏 P7 加是一台车长超过5米、轴距3米的一台中大型的轿车，所以它的整个后排空间非常的宽裕，而且本身4个座都是有通风、加热还有按摩的，配置非常的顶。然后后排的那个靠背角度呢，可以做得很躺的一个姿态啊。
然后它现在呢副驾还会加入了一套零重力座椅，那对于我们的另一半来说，它的体验会更加舒适一些。当然我觉得这个零重力座椅更加适合我们打工人午休的时候稍微休憩一下，然后可以玩一下车机。现在它全新的这套 AIOS 6.0 的天机系统Ultra 版本的话，有750 TOPS 的这个小鹏自研的图灵芯片，所以呢，它的整个算力是来得非常高，整个操作来得非常的流畅。要赞的就是它整体的整个 UI 界面的设计非常的好看，而且它整个操作已经非常类似平板的那种操作。例如说，我们打开一个 QQ 音乐，它会像卡片一样给你打开来，然后可以随意的拖动三指把它收藏起来，再三指把它唤醒出来。它可以通过单指滑屏唤醒它的快捷菜单。你的调节后视镜、你的驾驶模式、灯光、座椅，所有都可以在一级菜单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了。然后呢，它现在还会内置了这个腾讯云游戏。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在车机上去玩3A 大作？它是可以支持给你玩黑神话、悟空的。你接个手柄就可以摸鱼的时候，在午休的场景玩一下这个东西。想要去争夺油车的市场，除了靠智能化，还有空间上的优势还不够，还要全面的越级满足。这时候就要给他们去拼行驶质感，这是合资品牌的一个传统的优势所在啊。而现在小鹏 P7+，它在原来的双叉臂后5连杆的一个基础上，给你加入了 CDC， 然后还升级到了液压衬套。要知道这2样东西还是挺花成本的，所以它给你带来的整个行驶质感是怎么样呢？首先有了液压衬套的加入以后，它现在对于路面细碎震动的隔绝做得非常的得体。再加上就算我们今天开的是20英寸的版本，它的轮胎的扁平比也有45，不算是特别低的一个数字，所以呢，它可以保证一定的一个悬挂的高级感，有一定的厚实感。然后再加上呢，这个 CDC 它可以结合上方的一个摄像头的感知，做到提前的预瞄，还有小鹏本身再搭建了一套路面颠簸的大模型。别的小鹏用户前面踩了一个坑，它会记录这个数据，打了个点。那下次你经过同样的路段的时候呢，也会相应的提前去调节你这个悬挂的软硬。所以呢，我们今天开下来，它对于一些路面颠簸的一个处理呢，还是做得挺得体的。再加上像一些桥头跳的路面，它整个收敛的动作做得非常的快，整个悬挂拉伸收敛的过程做得很干净的。如果你平时是自己一个人开的话呢，我建议你贴到它的运动模式，它所有东西都会更紧绷一些，它的路面的信息会给你更多，整个悬挂的支撑性也会更好一些。挺适合一个人上下班开的时候，稍微开点快车都是 OK 的。然后更多油车的用户或者纯电车的用户更加关心它的整个 NVH 的表现，毕竟它现在这个增程系统究竟运转的时候它吵不吵，会不会很抖呢？首先我可以回答大家，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感受不出来，甚至说我坐在后排，有时候它增程器启动的时候都是感觉不到的。增程器启动的时候呢，它在行车电脑这边呢会有一个小提醒，显示呢它是已经工作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其实在大部分的速域的区间，例如我们现在在高速上跑个90、100、110、120，都是只有很轻微的震动，声音的话做了很大部分的隔绝。因为这台车已经做了发动机的 ENC 的降噪，然后车内的 RNC 的降噪，然后再加上现在增程的版本加入很多的声学包。有没有想过，一个增程版本它的电池包更小了，但是它的车重是要比纯电版本来得更重的，所以呢，它的整个 NVH 表现我觉得是做得挺不错的。那如果你再吹毛求疵一点的话，可能我再跑个120打后的一个速度，更加高速度区间的话，就声音发动机的噪声会稍微毛躁了一些。那当然还要提到小鹏自己的长板所在啊，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能力了。
那我建议大家预算充足的话，买 P7 加或者说 G7都得买它那个 Ultra 的版本，因为 Ultra 的版本有3颗图灵芯片。这3颗图灵芯片不是为了现在的，是为了日后第2代的 VLA 大模型大家率先的可以体验到，因为2026年就会给大家 OTA 上。那我们今天也用这个第1代 VLA 的版本呢，在广州的城中村里面走了一下，整个拟人化的程度、放心的程度都是做得很高的，而且小鹏本身在人机共驾这方面呢，也做得非常的不错。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很多正在观望小鹏 P7 加的用户来说，它现在在整个外观、内饰的质感方面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首先呢，这在前脸的部分，它现在的整个设计的语言会更加的锐利，加入了主动进气格栅，而且它现在的日行灯是没有断点，一条贯穿式的。还有那个被用户吐槽很多的尾灯，它现在也改过来了，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下 L 字形的一个贯穿灯，所以呢，整体的视觉重心可以往下再拉一些，更加的运动一些了。然后还有一个奶爸非常喜欢的配置，就是它现在4门都给你加上了电吸门，对于宝宝睡觉是非常的友好，可以关门更加的温柔一些了。然后呢，它现在入门就给你19英寸的轮毂，还有顶配有20英寸小鹏 P7 同款的轮毂。然后来到内饰的部分，它现在整个内饰质感会来得更精致一些，例如加入了一些木纹的饰板，还有一些翻毛皮的材质，顶棚也变成了超纤绒的，还有小鹏 P7 上面的那个小仪表屏，它也给你加进来了。最后再来总结一下这台小鹏 P7 加的增程版呢，我觉得它真的是一台很水桶的车型。首先，它本身的尺寸摆在这里，它的空间表现很好，然后它的配置相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它的整个增程系统的整个行驶品质 average 的表现做得非常的不错，调教得挺不错的。然后呢，我觉得最后唯一的缺点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冰箱沙发大彩电年代，它还没有冰箱。那我们再来猜一下这台小鹏 P7 加的一个价格啊。按照小鹏 X9 的一个定价的策略，它可能会往下再下调个2万块钱，所以我猜这台小鹏 P7 加的入门版本可能在16万左右。我16万可以买到一台中大型的增程轿车来说，有1550公里的续航，430公里的纯电续航，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